大家好，今天再来照顾下狗狗币的家人们，有可能0.258已经支撑住了，以及朋友也让我多聊一聊比特币或者是今天晚上美联储降息多少个基点，我感觉不重要，包括比特币，反正之前在10.7万美金左右，也是再一次给大家信心，有可能主力会提前炒作降息的预期。那现在价格上来的话，等下来跟大家讲比特币这个头肩底的上涨目标。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简单来聊一下这个0.258，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讲也不重要或者是狗狗币今年太难了，包括之前0.21的这个位置也是反复的上冲下洗，主力没有把这些散户洗到没有耐心，或者是把散户请下车，他不会有这种大幅拉升的动作。那上涨多了，或者是之前在推特上面也是有分享过这张图表，包括 YouTube 视频也是跟大家讲，我们尽量做坐轿的分子不要去参与抬轿，特别是涨到高点的位置。那现在这一次跌回来也是没想到，就是这个曲折它会跌得这么深，而且是跌到前面的这个高点的位置。那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我相信狗狗币上涨是没有结束因为按正常的道理，像这种下跌遇到前面的支撑，已经是2个下灯线了。它如果加上这2根 K 线，我的观点是它这是一个拇指线也就是多头抵抗的 K 线。所以你再去认真复制这一个蜡烛，从低点到这个高点，收敛三角，然后你移到也就是这个位置，当时的这个高点就是对应的这个高点，它会有一个短线的回撤，这个位置我估计有可能是已经撑住了，或者是今天晚上美联储降息。我的观点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利润，反正在低点买的话，或者是这个位置你敢再继续做多的话，我的观点是有利润，你就把成本设为自己的止损，去赌狗狗币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曲折向上暴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另外这一张图表，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狗狗币的这一个上升三角的第一个旗杆，它启动的时候在这边不是有一个低位的或者是巩固整理，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后面突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曲折跌回来的时候，它是来到前面这一个整理区，是很接近这一个盘整高点的位置，也就是这个曲折，后面狗狗币暴涨。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狗狗币从高点的位置下来之后，包括这个位置再盘整的一个区间，那这一次再一次把这一个区间平台给它突破，现在突破有可能就是在重复或者是之前的这一个平台突破完以后，它是有一次回踩的动作，反正我是相信后面狗狗币就至少短中线里面这个位置只要撑住，有可能就会开启继续的上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我们来看一下链上金鱼的数据早上我已经在推特上面分享了，16号也就是昨天一天上涨，反正主力金鱼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的主力金鱼，它是继续买了4969枚，那比前面的这个数字买盘的数量是多了1位数所以短期的比特币，反正我的观点是应该价格不管今天晚上美联储降息的情况50个基点或者是25个基点，甚至有朋友在聊会不会降75个基点的，我观点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正你给我看着，因为朋友们你去看一下最近全球的一些金融市场，有哪一个市场没有在 all time high 的，黄金也在 all time high， 包括美股那边也是一直在 all time high。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4个小时，就是这一个位置，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头肩底的结构这边是一个左肩，那这边是一个头，这个位置是一个右肩。那头肩底的结构，我们从颈线的位置，这个位置支撑大约是在113400美金附近，你去计算一下，从颈线到它这个头的位置上涨突破
反正理论的一个目标应该是在12万美金附近了。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Deal 我们。